以前屏风是文人大量研究使用的一个东西，几乎每家都会有，后来就断得太厉害。最近画家包括收老屏风的那些人，就慢慢的又把这个屏风的风气又带起来了。大家喊我小菩提，88年出生的，在苏州的光福太湖边。我是一个可以吃遍五湖四海玩遍四海八荒的人。从1996年的时候，我开始学画中国画，我老师是吴门画派那一路传承下来的。大学里的时候是临摹宋元小品画，有一张画叫《山馆读书图》，有一个主人伏案读书，外面的小童在扫地，他和那个小童之间隔了一张大的屏风，这个小东西就吸引到我了，我就去关注一些书，古代绘画里的一些屏风使用、屏风种类和样式，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。《礼记》当中的《明堂位》里记载，周天子坐在一个屏风前接受群臣的朝拜，后来他就变得私人化、居家化。淮阴萧下土，一个男子在榻上睡觉，有一面屏风给他既挡了风又遮了阳光。屏风画艺的高水准，是和文人士大夫审美相契合的。1819年，我在朋友的店里面看到他收回来的小小的日本的屏风，金光闪闪的。我说给我吧，我拿回去我画一张试试。第一个大屏风，南浔谷镇上的一棵老树，树弯弯的画了一个红衣少年，树里面的一个小精灵。金箔最难了，看个3-5年，我把它擦了，再换另外一张上去。屏风呢，它是有好几种材质，金箔面、金绢，另外一种呢是纸，加上边框朱砂色的、黑色的，刷的是木头和大漆，金属类的那种。我现在手上画的这个1.74米的大屏风，6联的6扇，萱草柏树图材料，它用的是金绢。落墨上去以后，它就不能改动了。一棵柏树和萱草代表着长寿啊、爱呀。用这个屏风做一个暂时性的隔断，让谈话更具有隐秘性，同时又让人有一种安全感。小的屏风纸面高度50公分左右，湖石花卉。它是专门在榻榻米上的一个装饰，我们平时喝茶都是生炭的，折屏给它一挡，更多的是欣赏。当时是我毕业以后，家里人呢就希望我考个公务员，做个老师。我说我要去北京，我想全职画画。北京的苏州人特别少，我家离天安门不远，已经住了有5-6年了。古人有云，不可居无竹嘛，在院子里种上一排，楼下呢就是一个茶空间，一个阳台，可以赏雨喝茶的。2层呢是我一个更加私密性画室，12点开始画，一直画到凌晨2点左右。有关茶室系列，我身边喝茶的朋友特别多，把茶会场景从庭院、从书斋、从室内挪到了室外大自然当中去。有时候在山崖之上，有时候在荷塘边上，我那个景是造，但是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。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凌晨2点遛狗，一抬头看到一轮圆月。一个人在北京，稍微有点思念家里人和家乡。我突然想，中国画里面是不是可以画一些夜景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看到那朵白云跟我画的一模一样。
可能我们住在城市里面，觉得这些东西离他们太遥远，不是古画脱离了现实，而是我们脱离了大自然。目前我跟我的狗子一起生活，每隔1-2个月会去我朋友的山居小住一晚。身边全是女孩子，扎堆一起玩的，各行各业的都有，吃素食、登山、望远、吹一吹山风、爬一爬野长城。很多人很难理解，你一个人不孤单吗？其实是你要先静心以后，才能去画画写字。像尺八、屏风后来就失传了，变得越来越小众化。但是现在的人有一个审美的要求，他会慢慢的看到这个屏风，家里茶室或者是卧室可以摆一个屏风，所见所感更多的是表达他们的一种心性，